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季志强的不可变形玩具金刚分享时间。今天咱们开箱这一套布鲁克最新出的群星版第9弹。在上一弹薪火相传系列，不仅有重磅的宇宙大帝下塔儿，还十分惊喜的获得了这个造型夯得不行的大哥爱不释手这一块的。那第9弹这次的9位成员，个人比较中意的就是铁甲龙、球球大帝和劳威了，拿来配擎天柱的。至于说能不能抽中隐藏款，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话不多说，兄弟们，开菜！最后也是非常遗憾的只抽到了这个普通版本的威震天。果然大翔老师还是非球本球啊，这辈子都很难中大隐藏了。在这里呢，还是祝愿看视频的观众朋友们能一发入魂。怎么说呢？现在还能安慰自己啊，自我安慰一下，这个原色配原色嘛，不吃亏，好吧？那还说啥了？开拼吧，兄弟们！那 OK， 兄弟们，这个第9弹也是全部拼装完毕了。这9位成员呢，各有千秋吧。目前是没有发现有谁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硬通病什么的，各方面的把玩体验还是一如既往的棒。这9个这一套，我是觉得比上一套的体验要好一点。上一套毕竟是有旧的结构在这里面夹着的嘛，那个关节是很松的。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有一些我都专门塞了点纸什么的。这边话费不多，咱们直接开始一个一个讲。我决定从我最喜欢的开始讲啊，可能会有人说啊，大杨老师不是经常吹这个吗？是吧？这2弹的大帝，一个球球大帝，一个大帝脑袋，都吹得挺厉害的，没问题，你确实吹得厉害，因为经典线玩家真的太需要这种大帝摆件了。但是这一套啊，就这种积木玩具，真就是从头到尾拼到尾，哪一个好，你心里门清啊，你最喜欢哪一个拼完心里就有数了。大杨老师这里就爱不释手这一块，昨天已经抱着睡一晚上觉了，说是这个铁甲龙，不管是色泽还是细节点缀刻画，再加上这个是吧，手感都特别的好，造型啥的也没什么问题，特别喜欢。胸口这里这个拳术的载具也给贴上了，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给了一个拳术的小人，无实物表演这一块的。如果你问我那个拳术小人去哪里了，在上一次录制的时候我抠不出来，我找个东西挑一下把它挑疯了，飞到印度去了，找也找不着，只能这样了。比较遗憾的就是这一套它铁甲龙是嘴里是有这个特效键插口的，但是布鲁克并没有给什么特效键。好在威震天这里有一根紫薇棒，这个紫薇棒呢插到威震天手里，总感觉哪不对劲，反倒是塞到这个铁甲龙的嘴里，哈，喷射激光，效果还挺好的。肩甲啊可以动，这个肩炮是可以调整的啊，当然也就只能这样调整了。缺点还有一个缺点，两个缺点吧，主要2个缺点，一个是一如既往的这个偷胶的问题，就是布鲁克在做这种奇形怪状的龙一类的东西，在内侧偷胶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铁甲龙的身形虽然很还原，但是尾巴少了一截，正常来说这里应该还有一截尾巴的，就感觉跟断了个尾巴一样的，就是效果到这儿就大打折扣了。那可动性的话就是标准的可动，这边就是球关节、爪子啥的，没必要过多展示了。但是它这个大腿是没有什么平转啥的啊，我站立性没毛病，这个脚尺寸还是比较大的，能站得住。下一个球球大帝，哎，这个联动还是很好玩的，它里面做了一个类似弹簧的零件来辅助它去做这个电影里面那一段咬东西的那个联动，整体的造型相当不错，细节刻画也很到位，身上这些尖刺的质量也挺好的。摔了一次，我是刚拼好的时候从桌上掉下来摔了一次，也没发现哪里有坏的，蛮不赖的。这些圈儿，这一圈很标志的这个圈儿都做出来的。怎么说呢？跟上一代的大地脑袋一样，就是如果你有能力，你可以考虑给它上色、渗线啥的，效果肯定更好，是这个情况。那众所周知嘛，官方在经典线没有什么说特别像样的大地，尤其是G1这一块的大地，那就那个大球球根本买不起，贵的要死。这个球球就对放到我的那个86线的柜子里面就很爽，一个头一个球，怎么摆怎么开心。第3位天火。为什么把天火放到这么靠前呢？主要是因为帅兄弟，他跟那个我大哥给我丢哪去？大哥在后面，跟上一代的擎天柱一样，都属于是意外惊喜，越看越耐看的那种。身形一上来就拿到手，过一会儿就感觉，我操，这天火怎么这么帅？
我操，这天火身形怎么这么得劲啊？跟上一代擎天柱一样，就是身形好，甚至比威震天看着还要顺眼。只能说得益于他这个肩胛增高这一块，把这一块这个肩胛增高了之后，效果就是那种诡异的好，说不清楚，但就是很爽。甚至连天火那个标志性的鸡头裤裆的造型也给做出来了。不仅如此，它是直接垂下来的这个造型啊，所以不影响你去可动啊，腰部这个腰段啥的都是保留下来的，我很满意。毕竟这个造型真是害苦了官方还有那个第三方，不少他妈的玩具都做不出来，就保这个造型就没腰段了。这一次就是做了一个这个胸甲，腰段啥的都保留了。配件就给了一个枪啊，标志性的这个个人武器双管枪，胸口博派标志啊，感觉以后可能会出一个狂派标志版本的，不好说，换颜色啥的也行。记忆这里是有一个小联动的。那可动的话，天火的可动是有一个小问题的，就是二代素体都有蝴蝶肩，但是天火这个蝴蝶肩因为前后胸甲的造型原因，它是失去了这个蝴蝶肩摇摆的功能的，这里是要说一下的。别的就没什么问题了，很优质啊，这个真的意外之喜，太帅了，越看越顺眼。下一位威震天，作为这一弹跟擎天柱做对照的，甚至还有隐藏款的这个老威，其实很不赖，就是它包括这个红色的手臂是吧，这种特征做的都很到位的。但也不能说是缺点吧，就是擎天柱看多了，再看威震天就觉得有一点平庸了。但不能掩盖这个老威确实很优质，头雕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幼态的啦，反而是那种英气十足的效果。优点还有一个大优点就是它这个手炮，我们老威的手炮跟擎天柱一样，都是5毫米插口，可以用来兼容官方的特效件还有布鲁克自己的特效件。我这边建议是官方的特效件。这个大哥的随便抓，正好这有一个抓住，狠狠的插住，砰，这个效果就很棒。后面的这个零件是吧，也挺扎实的。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之前那个版本的老威零件老掉来的，这一次的关节就很紧实了，把玩体验各方面造型都没什么问题很优质的玩具。就是威震天了，标志公式化，就是威震天就是标准优秀，你知道吧？标准优秀，只能说确实是擎天柱看太多了，天火的光环太密了。接下来这一位可能大家会有争议啊，因为我把它放的比较靠后。很多兄弟都说这一弹这个幻影简直是良心的不行。你说的没错，兄弟，这个玩意儿也确实是良心的不得了。先不说它本身这个素体的还原度高的离谱的这个，因为本身动画片里那个幻影的脑袋就大一点，那你这样这玩意儿往那一摆，你说它是 Q 版，我是没看出来，反正造型好的不行，配件呢也给的特别到位，自己的手炮有了，肩炮也有了，不仅如此还给了这个特效件。待遇拉满了，兄弟，真的待遇拉满了，而且这个小臂是吧，照顾到这个角色的小臂本身就细。这个货兄弟这一套这么多角色都这个布鲁克共用小臂这个零件的事情众所周知嘛，就是造型复用这个都很正常，积木玩具是这样的。他的幻影甚至还混到了一个独立的小臂，这一套它是独立一个小臂，这个就不得了啊！而且关节紧实度造型都没什么问题，胸口这大大的博派标志越看越舒服，背包这个驾驶舱的这个造型各方面来说没一点问题，所以这个幻影可能会在一些比较喜欢的人眼里面，这个角色能排到非常靠前，甚至是第一的这个程度也不意外，确实做得好，就是头雕不太行，鼻子太大了，鼻子小一点可能会好一点，看起来没那么像幻影，好吧，甚至比威震天那个鼻子还有点怪。下一位，剩下的几个就是都很平庸了，就公式化玩具这一块的，先讲它吧。弹簧的问题就是你不能说他做的不用心，因为就实际意义上来讲，弹簧的脑袋做的这么大，你可以看到弹簧的头是要比很多角色脑袋要大一圈的。为什么？因为86动画片里面那个弹簧的脑袋就非常之大，就你看片段就能看到那个脑袋大的离谱，所以就这一点来讲，这个弹簧做的也是很认真的。我个人对他不太满意的地方是配件给了把剑，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觉得剑这个配件不如一把枪，就是总感觉这个弹簧拿的有点单薄，但我说不上来。然后肩甲这里做的也很讨巧，你可以看到很多布鲁克的产品的这个肩甲，这大哥这个还好，就比如说老威啊，后面这些很多肩甲它是不支持你去这样抬的，但是弹簧这里是可以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这个肩膀的造型。有人喜欢这样摆嘛，还原，然后正常来说它应该是这样的斜着的，而且也不影响可动，什么蝴蝶肩啥的都在正常的。胸腹这里甚至还是多了一块独立分件的，它这个黄色零件是单独镶进去的，还是很良心的。但是总感觉这个弹簧就是很普通，过于普通了，有点说不上来。
然后是这一位喜欢的原因还是哥3太特殊了。这个如果说布鲁克只是单纯给了这个主体，没有给什么多余配件的话，我会把这个东西批得很厉害，因为它就是一个标准积木玩具，过于普通了。就是机械昆虫嘛，这个炸弹。但是这一套的3个机械昆虫，就是哎，病还没好，不好意思。前面的这个都给了这个小昆虫，这一次还给了这个反冲。哎，那我那个第6弹的反冲没到手，操，还在路上呢。不然3个小昆虫放到一起，嗨的不行。这3个小玩意也是直接充公是吧？拿来给孩之宝的玩具放在一起配。哎，反冲有狂派标志没有啊？反冲这一次没印啊，反冲这次没有印狂派标志。好，小东西这个太加分了。那主体的话就是很标准的这个玩具了，非常标准。这个炸弹标准到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就是公式化，也没什么做特别亮点的地方，标标准准的优质玩具。大家转一圈看一下，那可动也没什么问题，蝴蝶剑造型，胸口这个大大的狂派标志啊，还是挺讨喜的。之后呢，最后的2位呢，为什么放到靠后呢？是因为我不太待见后面这2个东西，一个就是3尖头的冲锋，就是有人很喜欢这个，从前面是第几弹开始就开始洗这个3尖头小队了，就是比较喜欢这一套的这个3尖头，但是我总感觉这个3尖头它的身体呢，有一点这个肥大，整体看起来就你能就你在玩的时候是能看到设计师很用心的，他给你后面做了这个机翼，侧边的这个机翼来做各种各样的妥协，然后去做这个角色的特征，做的很用心啊，但就是整体看起来肥的不行，过于的 Q 了，就玩前面那么多没感觉有他这么 Q 的，这就是我觉得他不太好的地方，效果不是特别好，不过我也没什么问题，毕竟布鲁克是吧？造型 Q 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下一位阿尔西，下一位阿尔西，哎我操，这个咳嗽，咳了半死，兄弟们。最后一位阿尔西为什么要把它放到最后来讲呢？因为这纯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不太满意这个玩意，就明明这一次给的这个头雕非常之可爱啊，非常之可爱，但是这个素体师承那个起源艾丽塔。这个素体有什么问题呢？是女性金刚，但不够娘们儿。我觉得这个前凸后翘这一块的，这边建议布鲁克的设计师可以考虑在造型这一块借鉴一下隔壁的风雷模型的那一套女性的素体，是吧？你这个胸甲做的这么保守干嘛呀，兄弟？没必要，你是吧？你这反正都是一个零件，对不对？该做的弧度做出来没问题。小臂，你腿做的小腿做的挺好看的。该有的弧度都有啊，大腿是普通的圆，怎么能这么普通呢？你在这里再凸一块不好吗？或者你把这个零件再凸一块不好吗？是吧？造型那一块的，这个阿尔西它太中性了，你甚至把那个胸做成纯方的啊，这纯方的那个凸起的胸我都能接受啊，这个圆滚滚的平胸是怎么回事啊？就阿尔西挺可惜的，头雕挺不赖的，然后后来看看这个头雕能不能拿来给某些官方玩具用，说的就是你啊，那个该死的这个。那个该死的外传阿尔西，那么好的素体怎么配了个那个畸形的脸，简直离谱。OK 兄弟们，这一批呢每一个也都跟大家讲过了，该有的问题亮点该说的都说过了。我的那个彩透的球球大帝已经发货了，等到手之后还能再水一期，我是真喜欢这个球球。然后 OK 兄弟们，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考虑去各大平台看一下领券购买啊，这一套价格还是挺便宜的，就积木小人这一块一套买。比你去单抽划算，当然如果你想单抽大隐藏的话也没问题，只不过大强老师确实不太懂，因为我自己都没有中，我怎么可能懂啊？我纯飞球的哥们，我自己也没抽中过，所以就是说可以自行去网上查阅一下怎么抽盒子啊，是吧？抽到大隐藏是吧，直接回本啊。不过好像这2批的这个大隐藏市价倒是炒的没有那么厉害，没有之前那么离谱啊。前面是有那个大隐藏的啊，对，尤其是那个星辰版。哇，贵那星辰版的那个大隐藏哦，贵的要死。好，那今天这一期就介绍到这儿了啊！喜欢的观众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感兴趣的可以考虑自行入手。那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